架满载重刑犯的空中监狱迎来了一位令人闻风丧胆的特殊囚犯。他不仅3重镣铐加身，还全程被黑布蒙头。由于危险系数太高，被单独囚禁在机舱尾端的座位上，并且由多名荷枪实弹的法警严密看守。可这份严防死守，在他眼里只不过是纸糊的牢笼。恭喜你在手机电量带60，刷到这部惊悚动作剧《失序边缘》。飞机升空不久，男人便开始实施预谋已久的越狱计划。他用牙齿硬生生掰断一枚暗藏铁丝的假牙，悄悄拨开了手铐的锁芯，接着等待着意料之中的爆炸。狂暴的气流从缺口疯狂灌入，机舱内瞬间沦为一片人间地狱。混乱中，一名囚犯趁机冒死夺下法警的钥匙，在被气流卷向豁口的最后一刻，将钥匙送到了男人的手中。此刻，机舱内的男人已挣脱所有的束缚，浑身散发着致命的压迫感。面对闻声冲来的法警，他赤手空拳，干脆利落地将法警全部放倒。机长凭借着丰富的飞行经验，成功将失控的飞机迫降在阿拉斯加的茫茫雪原之上。这群穷凶极恶的囚犯侥幸从空难中保住了性命。可这场惊险的迫降不仅没有终结灾难，反而为不远处的小镇带来一场灭顶之灾的隐患。小镇的警局很快接到消防局的通报，在小镇北边出现大量的不明浓烟。警长弗兰克立刻带领队员乘坐直升机前去查看。当靠近事发地点，眼前的惨状让弗兰克心头一紧，一架客机坠毁在雪原之上，雪地里一片狼藉，机身断成2截。可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架运送重刑犯的专机，便毫无防备地降落在雪地里。队员胖子在残骸旁发现了一名死去的法警，而弗兰克则在雪地里捡到了一枚镣铐。他心头一沉，顿觉事态严峻。紧接着，他又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名奄奄一息的法警。话音刚落，藏在树林中的囚犯便气势汹汹地逼了过来。弗兰克和胖子立刻扶起受伤的法警，准备紧急撤离。可埋伏在机舱残骸中的囚犯却骤然扑出，将他们发动偷袭。一场混战在雪地爆发，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可由于他们寡不敌众，胖子被凶残的囚犯连捅数刀，痛苦地倒在雪地里。与此同时，另一名同伴也被囚犯挟持。弗兰克立刻拔枪相向，双方陷入对峙。危急关头，他当机立断，迅速连开数枪，击毙挟持者，成功救下队友。他们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刻架起重伤的胖子撤离。可胖子伤势过重，已无法站立，众人只能拖着他边打边退。可丧心病狂的囚犯并未罢休，手持棍棒再次逼近，弗兰克只能开枪反击。可很快子弹便已耗尽，他慌忙更换弹匣。可就在这短暂的间隙，一名囚犯从背后猛冲而来，将弗兰克扑倒在地。两人在雪地里展开近身肉搏，弗兰克早已筋疲力尽，渐渐被对方按在雪地里，命悬一线。就在这时，突然一人捡起弗兰克掉落的手枪，对着压在他身上的囚犯盲射3枪，成功击毙对方。可子弹擦着弗兰克的耳边飞过，差点将他一同送走。原来对方是一名双眼受伤的法警，挣扎着前来帮忙，弗兰克才侥幸捡回一条小命。他连忙扶起受伤的法警，狼狈地撤回直升机，而囚犯们仍不死心，疯狂朝着直升机冲来。好在千钧一发之际，直升机成功起飞，逃离了险境。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中情局的恐慌，因为那名被3重镣铐关押的特殊囚犯，正是中情局叛逃的特工哈弗洛克。局长金姐立刻召回被辞退的特工艾琳，让他前往阿拉斯加收拾烂摊子。毕竟哈弗洛克曾是他亲手训练出的利器。为了防止中情局的内幕被曝光，他们必须尽快除掉哈弗洛克。另一边，返回小镇的弗兰克立刻紧急召集所有警员进入1级战斗状态，把事情的严重性告诉大家。在距离他们的位置往南3公里处，有一架双引擎喷气机坠毁，机上大约有100名被拘押人员，他们必须封锁小镇10公里范围的所有区域。这些人都是十恶不赦的联邦重犯，不仅暴力危险，还抢走了法警的武器。接下来他们将会迎来一波又一波的麻烦。同时，艾琳火速动身，前往阿拉斯加协助弗兰克。临行前，金姐向他介绍了弗兰克的有关情况。The guy's captain of bumfuck Alaska, born and bred. He did 6 years in Chicago on the fugitive task force, but he couldn't stomach the city. He got reassigned back to the icebox, and since then he has fired his service weapon twice in 5 years. Not a death on his watch. He's never faced anything like this. So he's gonna doubt himself. Exploit that vulnerability. Make him understand. Remember, we need him. If the marshals box us out, this thing turns into a big shit black hole. 为了了解运输机上的更多细节，弗兰克找到了那名双眼受伤的法警格兰杰，他是这场空难中唯一幸存的法警。格兰杰告诉弗兰克，是一名囚犯挣脱了束缚，对飞机动了手脚，而那名囚犯是他们中途改道，在某空军基地临时接上机的。They called him Havelock.
They said he was high priority and off book. But we were never going to stop him. This guy, he's smarter than anyone else. You just felt that he knew the moment his feet hit the ground, he was going to be a free man. 警方在小镇迅速搭建了临时指挥室。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这架航班上共有52名囚犯，其中23人身亡，11人被捕，仍有18人在逃。他们必须尽快将这些逃犯抓捕归案，防止其危害小镇的居民。就在这时，艾琳在2名联邦人员的陪同下找到了弗兰克，但是他的到来却引起了弗兰克的警觉，因为联邦运输机属于法警的事，中情局突然插手，背后定有隐情。但艾琳只含糊地告诉弗兰克，飞机因涉及一个非政府方的秘密行动，中途改道押送一名囚犯。虽然艾琳不肯明说，但弗兰克从残骸的痕迹断定这是人为破坏，绝非意外。随后，当艾琳在现场查看囚犯的尸体时，发现了一幕诡异的景象：有一名死者并非死于爆炸，而是被人活活掐死的。这背后显然另有隐情。弗兰克当即警告艾琳，这些逃犯手持武器，极度危险。若是他只顾着寻找哈弗洛克，不顾小镇居民的生命安全，他绝对不会饶了他。Cards on the table, Frank. I don't want to be here, and I'm not in the mood to protect the people who sent me. So tell me, what is it that you want to know? 艾琳终于松口，说出了有关哈弗洛克的信息。3年前有传言说，中情局深处藏着一个内鬼，是一个出卖秘密情报、危害国家安全的叛徒，但他并非为了钱财，而是为了颠覆摧毁美国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泄露的情报总是及时又致命，司法部为此成立了多机构专案组，全力追捕他。但是事实上，这个叛徒根本不是个威胁，而是中情局刻意创造的棋子，隶属于一个代号为阿特沃特协议的秘密行动。中情局故意创造了多名叛徒，让他们泄露虚假情报，目的就是引出隐藏在暗处的敌人，进而将其彻底终结。哈弗洛克就是其中之一。艾琳负责将这个顶级极客打造成一件致命武器，他亲自训练哈弗洛克使用各类武器，掌握多国语言，甚至传授他屠杀技能。过去2年，哈弗洛克以情报为诱饵，成功引出并杀死了多名欧洲和远东的目标。项目一直完美运作，直到上个月，传说变成了现实，哈弗洛克突然失踪，一同消失的还有大量的机密情报。这个被中情局操控的老实人，竟然假戏真做，真的背叛了组织。他定然是发现了中情局见不得光的秘密。艾琳坦言，他有种不好的预感，哈弗洛克在万米高空的越狱仅仅是一个开始，更大的灾难还在后面。而此时的哈弗洛克早已逃离了坠机现场，躲到了一位老人的家中。You looking for this, Cranky? 就在这时，弗兰克突然接到了医生妻子莎拉的电话，他立刻匆匆赶往医院。队员胖子的情况非常不好，正在接受紧急手术。然而他在医院里再次遇到了那名双眼受伤的法警格兰杰。 Sarah, your wife? Yeah, she is. How are you doing? Probably better if I could see. 对方的伤势正在好转，可2人还没聊上2句，医院走廊里忽然传来女人的哭喊声。弗兰克心头一惊，顿感不妙。最终，胖子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牺牲了。弗兰克内心悲痛不已。胖子的离世也让莎拉陷入了恐惧，他担心弗兰克会遭遇不测，苦苦劝他不要再接手这个案子了。他已经为法警队贡献了18年，马上就要退休，也该为家人考虑考虑了。可胖子的牺牲像一根刺，扎在弗兰克的心里，让他无法释怀。就在这时，弗兰克的手机突然响起。警方发现了新的线索，交通局监测到一个气象观测员发出了未加密的信号，警方推测这很可能是求救信号。弗兰克立刻带领警员前往信号发出地点抓捕。此时，哈弗洛克正在老人的家中打包干粮，准备继续逃亡。突然，门外传来雪橇犬的叫声，他立刻警觉起来，悄悄走到窗前查看，却意外发现被他绑架的老人偷偷打开了电台，正在发送求救信号。What did you do? 而就在这时，警方已经赶到门外，将整座房子团团包围。警员们破门而入，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只在卫生间里找到了被捆绑的老人。可就在他们询问老人的情况时，哈弗洛克突然从背后开枪杀了进来。听到动静的弗兰克立刻前去支援，可当他冲进屋子时，哈弗洛克已经趁机逃走。弗兰克立刻带人追了出去，恰好在屋外的雪地里发现了挟持着老人的哈弗洛克。警员们迅速围了上去，弗兰克劝说哈弗洛克放下手枪，他会安全的将他带走。可一旁的艾琳却急不可耐的大喊，让警员开枪击毙哈弗洛克，试图趁机灭口。弗兰克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思，没有听从他的指令。眼看哈弗洛克的心理防线即将崩溃，艾琳竟突然拿起一旁的斧子，狠狠砍断了雪橇犬的锁链，救主心切的狗
陡沟，立刻朝着哈弗洛克猛冲过去。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凶悍无比的哈弗洛克竟然被冲过来的狗狗活活咬死。艾琳看着倒在雪地里的尸体，脸上露出一丝得意，她的阴谋终于得逞了。可当她上前看清尸体的面目时，瞬间大惊失色，那根本不是哈弗洛克，只是一名普通的逃犯。她的计划再次落空。回到临时指挥室后，艾琳得知警方又从飞机残骸中找到了3具尸体，她立刻匆匆前去查看，可那3具尸体依然不是哈弗洛克。但就在查看死者档案时，她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个之前被活活掐死的囚犯身份竟然是一名法警。当弗兰克看到法警的名字时，整个人瞬间僵住。那个双眼受伤的法警就是哈弗洛克，他穿走了死去法警格兰杰的衣服，又将鲜血抹在脸上，伪装成双眼受伤的样子，遮住了自己的真实容貌，就这样混在了幸存者之中，完美隐藏了自己的身份。而此刻，弗兰克的妻子莎拉正在医院里细心照顾着受伤的哈弗洛克。就在这时，莎拉突然接到了弗兰克的电话，弗兰克让他立刻远离那个法警，可一切都已经为时过晚。电话里的对话早已被哈弗洛克听到，他摘到眼上的纱布，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当弗兰克带着警员荷枪实弹的匆匆赶到医院时，病房内早已空无一人，哈弗洛克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他的妻子莎拉生死未卜。一场更大的危机正在悄然逼近这座宁静的小镇。以上就是《无序边缘》第1集的剧情。这部电影从来不只是一场惊险刺激的追捕与逃亡，更是对权力、人性与正义的深刻叩问。中情局为了隐藏黑幕，不惜将无辜的人当作棋子，将重刑犯与叛逃特工混装运输，最终酿成大祸。这是权力的滥用，也是人性的扭曲。哈弗洛克这个人，他是被体制制造出来的叛徒，被训练成武器，被用来杀人，被安排灭口。他曾经忠诚，直到发现自己不过是一枚可以随时丢弃的棋子。他的背叛不是人性本恶，而是一个人被逼到绝境后的觉醒，只不过这种觉醒带着毁灭一切的愤怒。而弗兰克这个平凡的小镇警长，在绝境中坚守正义，为了守护身边的人拼尽全力。他的坚守告诉我们，真正的正义从来不是权力的妥协，而是哪怕身处黑暗，也依然愿意为光明挺身而出。